土耳其大选拉开帷幕，西方开始行动。埃尔多安做了什么让西方如此不满？换掉埃尔多安，西方就能如愿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斗观天下。距离5月14日的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没有几天了，执政20多年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将代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对决一位强力的对手——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基里奇·达罗格鲁。随着土耳其大选拉开帷幕，西方媒体也开始造势，像英国 BBC 就顺势推出了关于埃尔多安的短片，并且在短片中将埃尔多安描述成为一个反对言论自由的独裁者、普京的密友，利用宗教反女权主义者。相反，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基里奇·达罗格鲁则被描述为开明、谦虚、负责任的领导者，可以说倾向性十分明显。看得出来，这位在土耳其执政20年的铁腕总统，西方并不喜欢，甚至可能借着大选的机会换掉他。西方为什么不喜欢埃尔多安？因为埃尔多安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在多年的政治生涯里，一直在玩大国平衡，也就是咱们说的骑墙派。很显然，西方并不希望这样一位不受自己控制的领导人继续在土耳其执政。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作为北约成员国的领导，所作所为都踩在了西方的痛点上，包括购买俄罗斯的武器，与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军事对峙，出兵攻打美国的盟友库尔德武装，拒绝制裁俄罗斯，阻止瑞典加入北约等等。就这些事儿，哪件不让西方堵得慌？在西方眼里，埃尔多安绝对是一个危险分子，而且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欧亚大陆的心脏，扼守地中海与黑海间的海峡通道，欧洲到中东的必经之路。也正是战略位置给了埃尔多安底气。当然，在埃尔多安执政之初，也不是没有设想过融入西方大家庭，甚至埃尔多安一度曾努力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在欧盟看来，土耳其无论是地理、宗教还是人种，都与欧洲格格不入，只有半个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这也能算是欧洲国家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看清西方的本质后，埃尔多安也就开始与西方离心离德。咱还是继续说说这次选举。就目前民调来看，埃尔多安与基里奇·达罗格鲁可谓是势均力敌。最后是埃尔多安继续掌舵，还是基里奇·达罗格鲁成为新的苏丹，还真不好预判。那么若真如西方所愿，基里奇·达罗格鲁最终击败埃尔多安，西方与土耳其的破镜就能重圆吗？其实也未必。基里奇·达罗格鲁的外交资历尚浅，因此他参选的主打议题是经济改革，解决国内经济疲软的问题，而不是改变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但是土耳其要发展经济，就绕不开一个国家，那便是俄罗斯。俄罗斯是土耳其重要的商品与能源贸易对象。从地理位置来看呢，这层关系是无法取代的。去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达到了700亿美元，这也是埃尔多安一直不愿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重要原因。而如今土耳其经济困境很大原因是由于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加上美联储疯狂加息，导致土耳其里拉汇率暴跌。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民众对西方总体是持一种排斥态度。很显然，基里奇·达罗格鲁也不敢违背民意完全倒向西方。当然了，欧美国家若能完全给土耳其的经济兜底，让土耳其离开俄罗斯也能活得很滋润，那么让土耳其重回西方的怀抱也不是不可能。但就目前欧美的经济状况，个个都是泥菩萨过河，很显然也不可能给土耳其多大的帮助。那么土耳其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选择，其实也不难猜测。好的，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